你有沒有過那種時候，明明自己懂一堆大道理，平時還能頭頭是道地開導朋友，甚至在職場上是個獨當一面的狠角色，結果有一天生活突然狠狠甩了你一記耳光？可能是交往幾年的伴侶毫无預警的提分手，可能是信任的夥伴在背後捅你一刀，或者是某個你以為固若金湯的計劃瞬間瓦解。在那一刻，你所有的理智，所有的成熟，所有看过的心理学金句全部歸零，整個人像被抽乾了骨頭一樣癱在地上，眼淚鼻涕流成一團，腦子裡只剩下一個聲音：憑什麼是我？老頭 Z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這本書叫做《也許你該找人聊聊》，作者叫羅蕊·葛利布。這本書在知名書評網站上有超過42萬人評分，平均分數高達4.36分。它不是那種教你3步驟走出情傷、5個習慣重塑人生的心靈雞湯，也不是一本堆滿專有名詞的心理學教科書。這本書最精彩、最過癮的地方，就在於作者一開場就乾脆利落地砸爛了自己的專業招牌。羅蕊是史丹佛大學畢業的高材生，以前在好萊塢當過熱門影集的劇本企劃，後來讀了醫學院，最後轉行成為一位職業多年的資深心理諮商師。按理說，他每天在診間裡聽各種人的疑難雜症，早就看透了人性的脆弱與情感的盲點。可是書的一開頭，他40多歲，正滿心歡喜地準備跟交往多年的男友步入婚姻，甚至連未來的養老計劃都想好了。結果男友某天晚上突然坐下來跟他說，他發現自己沒辦法接受家裡有個10歲的小孩生活在一起，而羅蕊是一個單親媽媽。那一瞬間，沒有任何狗血的出軌抓姦，也沒有激烈的爭吵，男友就這樣平靜地把她踢出了未來的藍圖。羅蕊當時的反應是什麼？她沒有展現任何心理師該有的冷靜與專業，她崩潰了。她在診所的走廊上失控大哭，哭到下巴差點脫臼。每天半夜在網絡上瘋狂搜尋前男友的名字，一遍又一遍地給閨蜜打電話，控訴那個男人的自私與冷酷。你看，這就是老頭子也覺得這本書最迷人的地方。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看多了市面上那些高高在上的專家，動不動就教人放下執念，向內探索。但這本書告訴你一個最殘酷也最溫暖的真相：在痛苦面前，沒有任何人能拿到豁免權。不管你是年薪1000萬的高管，還是閱人無數的心理醫生，只要心臟被狠狠扎了一刀，大家在地上打滾的樣子其實一模一樣。羅蕊在痛苦中意識到自己已經無法正常工作了，她需要自救。於是，這位平時坐在沙發椅上引導別人的心理治療師，不得不掛號走進另一位心理治療師溫德爾的診間。從那一刻起，這本書展開了極其精彩的雙重鏡頭。一邊是羅蕊作為諮商師接待4個性格迥異、看似不可理喻的個案，另一邊則是羅蕊作為一個被拋棄的受害者，在溫德爾面前展現自己最不堪、最幼稚的盲點。如果你最近也剛經歷了某種情感的崩塌，或者你常常覺得心裡有一塊地方卡住了，喘不過氣來，點個訂閱，跟哲老頭 Z 花點時間把這本書聽完。相信我，這50分鐘的閱讀體驗比你喝10碗沒營養的心靈雞湯要痛快得多。在羅蕊接待的眾多個案中，有一個人一出場就讓人恨得牙癢癢，但看到最後卻讓人忍不住心酸。這個人叫約翰。約翰是個40出頭的好萊塢金牌制作人，有錢有地位，才華洋溢。但他走進診間的第一天，就給人一種極度傲慢無禮的感覺。他坐在沙發上，一邊狂按手機，一邊對着羅蕊翻白眼。開口第一句話就是：“我會來這裡，純粹是因為我老婆逼我來的。而且老實說，我覺得全世界除了我以外，大家都是白痴。”約翰抱怨他的老婆不懂他的壓力，抱怨片場的導演和編劇像智障一樣沒效率，抱怨去買杯咖啡店員都能把他的名字拼錯。他把身邊的所有人都貼上白痴的標籤，用尖酸刻薄的語言築起一道高牆。他對羅蕊說，他只是壓力大，睡不好，需要心理師開個證明或給點技巧讓他應付老婆。但他不需要任何深入的心理探討，因為他完全沒有問題。老頭 Z 看到這裡的時候，腦子裡立刻浮現出好多身邊認識的朋友，甚至老實說，我自己年輕時也有過這種德性。很多人在生活裡遇到挫折或痛苦時，最常拿出來的武器不是示弱，而是憤怒與鄙視。為什麼？因為承認自己受傷，承認自己無能為力，需要承受巨大的脆弱感。但如果我們把問題歸咎於身邊的人都是笨蛋，這個體制太爛，我們就能瞬間站在道德與智商的制高點上。心理學上有個術語叫心理防衛機制，防衛機制就像防空洞，當外面炮火連天，創傷砸下來的時候，它確實能幫你擋住致命的傷害，讓你不至於當場崩潰。
但問題是，當外面的轟炸早就結束了，你如果還死死躲在防空洞裡不肯出來，這個原本保護你的避難所就會變成囚禁你的監獄。約翰的防空洞就是他的嘴賤與憤怒。羅蕊非常有耐心地陪伴着他，沒有被他的冷嘲熱諷激怒。隨着諮商一周推進，約翰那層堅硬的外殼終於在一次偶然的對話中裂開了一條縫。原來，在好幾年前，約翰和妻子開車載着6歲的小兒子出門，在一個十字路口，約翰轉頭看了一眼後座的孩子，就在分神的那一秒鐘，一輛闖紅燈的卡車迎面撞了上來，他的小兒子當場喪生，而他和妻子活了下來。從那天起，約翰的世界就徹底粉碎了，他無法原諒自己，他覺得自己是個殺死兒子的兇手。可是他不敢讓悲傷流出來，因為一旦他承認那份巨大的哀傷與自責，他整個人就會被撕成碎片。於是他把所有不敢面對的痛苦全部轉化成了對外界的憤怒。只要他每天忙着生氣，忙着骂別人是白痴，他就沒有時間去回想那個血淋淋的下午。當約翰第一次在診間裡抱頭痛哭，像個無助的小男孩一樣承認自己有多想念兒子時，那個傲慢自大的好萊塢混蛋消失了，留下來的是一個傷痕累累但終於開始呼吸的父親。這段故事給老頭子的震撼非常大。當你看到身邊有人動不動就暴怒，講話帶刺，把所有人都推開時，別急着跟他對罵。很多時候，那只是他在用最笨拙、最傷人的方式掩蓋心底深處那個血流不止的傷口。除了約翰，書裡還有2個女性個案的故事，直接切中了我們所有人對死亡與衰老最深層的恐懼。第一位是朱莉，33歲，剛拿到博士學位，成為大學教授，新婚燕爾，正準備跟丈夫去度蜜月。在所有人眼裡，她的人生才剛剛要迎來最燦爛的篇章。然而，就在蜜月回來後不久，她去醫院做常規檢查，結果診斷出罕見的末期癌症。當醫生告訴你，你的生命只剩下不到1年時，你會怎麼過？朱莉來到羅蕊的診間，不是為了尋求奇蹟，而是想知道，在有限的倒數日子裡，自己該如何面對恐懼，如何向挚愛的丈夫告別。朱莉的故事沒有任何煽情的灑狗血，反而充滿了一種讓人心痛的清醒。有一幕老頭子印象特別深，朱莉為了給自己找點事兒做，去了一家平價超市打工當收银員。他的朋友都不理解，一個大學教授為什麼要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去刷條碼。朱莉說，在超市裡，沒有人知道他是個將死之人，沒有人會用那種同情小心翼翼的眼神看他。在嗶嗶聲和日常的寒暄中，他能感受到最純粹的活着。朱莉甚至在診間裡跟羅蕊討論自己的葬禮歌單，討論丈夫在她走後該如何重新尋找幸福。她讓讀者看見，我們平時總是把時間浪費在計較瑣事、焦慮未來，總覺得日子還長得很。但真正懂得活着的人，是在看清了終點的懸崖後，依然願意認真感受腳下的每一寸泥土。而書裡的另一位個案麗塔，則是站在人生的另一個極端。麗塔69歲，離過2次婚，4個成年子女全部跟她斷絕往來。她住在一個破舊的公寓裡，每天靠着繪畫打發時間，生活裡沒有任何朋友，甚至連說話的對象都沒有。麗塔走進羅蕊的診間，開門見山地說：“我給自己1年的時間，如果到我70歲生日那天，我的生活還是這麼一團糟，我就會吞安眠藥自殺。”麗塔為什麼會活成一座孤島？在後續的諮商中，羅蕊挖出了麗塔不堪回首的過去。年輕時的麗塔有嚴重的酗酒問題，嫁給了一個會家暴的丈夫。在極度壓抑與絕望中，麗塔曾經把情緒發洩在年幼的孩子身上，甚至在酒醉失控時對孩子動過手。孩子長大後帶着滿身傷痕離開了她，再也不肯接她的電話。麗塔一生都活在愧疚與悔恨裡，她認定自己是個壞母親、壞人，不配得到任何幸福與原諒，所以她自我懲罰，把所有的快樂推開，用孤獨將自己凌遲了幾十年。但老頭子也覺得麗塔最了不起的地方，在於她雖然已經快70歲了，雖然人生看起來已經滿盤皆輸，但她心底深處依然有一絲微弱的渴望。她想知道自己這輩子還有沒有可能被愛一次。在羅蕊的鼓勵下，麗塔做出了極其艱難的嘗試。她鼓起勇氣給孩子們寫了一封長信，沒有任何辯解與借口，只是誠懇地承認當年的過錯並表達歉意。她在社區大學認識了一個同樣孤獨但溫和的男士，在70歲的高齡重新體會心動的滋味。麗塔的故事給了我們所有人一記當頭棒喝。不管你過去把人生過得有多爛，
只要你還活着，你就永遠有機會重新修訂自己的人生地圖。過去不能改寫，但你對過去的詮釋決定了你明天的走向。講完了別人的故事，我們回過頭來看作者羅蕊自己的崩潰。羅蕊在被男友分手後，整整幾個星期沉浸在一種受害者情緒裡。她每次去見她的諮商師溫德爾，一坐下來就開始滔滔不絕地數落前男友有多渣，有多自私。她詳細列舉了兩個人過去相處的點點滴滴，試圖向溫德爾證明這場分手的責任100%在對方身上。前男友是個冷血的混蛋，而她是個無辜的受害者。溫德爾是個很有趣的心理師，他平時看起來甚至有點散漫，常常把鞋子一拖盘腿坐在椅子上。但他聽着羅蕊喋喋不休地抱怨了幾節課之後，突然做了一個讓羅蕊大吃一驚的動作。溫德爾打斷了他，直視着羅蕊的眼睛說：“羅蕊，你有沒有發現，你每次來這裡都在反覆向法庭提交前男友有罪的證據？你不是來尋求改變的，你只是想從我這裡拿到一張我是對的，他是錯的判決書。”溫德爾接着說了一句全書最核心的金句：“痛是無可避免的，但苦是你自己選的。”這句話簡直是一記響亮的耳光，不僅打醒了羅蕊，也打醒了讀到這裡的所有人。什麼意思？當你被背叛、被拋棄，遇到突如其來的變故時，那種心碎與失落的痛是人性的生理反應，你躲不掉，也不需要強迫自己立刻不痛。但很多人在痛過之後，会主動選擇讓自己深陷在苦裡面。我們是怎麼選擇苦的？就是像羅蕊一樣，每天反覆在腦子裡重播受傷的畫面，不斷去翻前任的社群動態自虐，到處找人傾訴，證明自己有多慘。我們把全部的精力用來怨恨對方，因為只要我們維持受害者的身份，我們就不用去面對更深層、更讓人害怕的现實。比如，我必須承認這段關係已經結束了。我必須承認，我未來的安全感不能寄托在別人身上。我必須為自己接下來的人生負起全責。溫德爾問羅蕊：“如果前男友永遠不會回來向你下跪認錯，如果他就是這樣一個人，那你今天打算怎麼過你的日子？”那一刻，羅蕊終於卸下了他的防禦。她意識到自己之所以死抓着前男友不放，根本不是因為有多愛那個男人，而是因為她害怕變老，害怕孤獨，害怕自己40多歲還要重新面對未知的下半生。她用對前男友的憤怒逃避了對自己未來的恐懼。這就是老頭 Z 讀到這裡最佩服這本書的地方。很多人以為心理諮商是找人拍拍你的背，跟你說這不是你的錯。錯了，真正頂級的心理引導是溫柔地陪着你走到鏡子面前，逼你睜開眼睛看清楚，把你困在監獄裡的獄卒其實一直都是你自己，而監獄的門從來沒上鎖，只是你不敢推開走出來而已。這本書讀到最後，你會發現，不管是好萊塢製片約翰、身患絕症的朱莉、背負罪疚的麗塔、深陷情傷的羅蕊，還是那個整天酗酒在渣男堆裡打轉的年輕女孩夏綠蒂，他們看似毫不相干的生命軌跡，其實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：身為一個人，我們到底該如何面對生命的殘缺與孤獨？老頭自己經常覺得，現代人活得太急躁，也太武裝了。我們在社群網絡上展現最精緻的照片，在職場上表現得無懈可擊，在人際關係裡習慣戴着防衛面具。我們害怕承認自己孤單，害怕承認自己搞砸了關係，害怕讓別人看見我們脆弱不堪的一面。但這本書告訴我們，脆弱不是缺陷，它是人與人之間產生真實連結的唯一通道。羅蕊在書末總結了一句話：在諮商室裡，我們最渴望的是被他人看見，但我們最害怕的也是被他人真正看透。當你終於敢放下防備，把內心那些見不得光的恐懼、遺憾與傷痛拿出來曬曬太陽時，療癒才真正開始。那麼這本書到底適合什麼樣的人讀？如果你最近正處在感情的背叛或分手陰影裡，走不出來，這本書會像溫德爾一樣溫柔而堅定地拉你一把。如果你覺得自己經常被莫名的焦慮、憤怒或人際關係的挫折困住，這本書裡的4個個案故事會像一面鏡子，幫你照出自己的盲點。就算你現在生活順遂，老頭 Z 也非常推薦你買一本放在床頭，因為他寫的是最純粹的人性。讀完會讓你對身邊的人多一份同理，對自己多一份寬容。這本書沒有高深的理論，只有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故事。作者羅蕊把自己摔得鼻青臉腫的過程毫無保留地寫了出來，為的就是告訴你，沒關係，我們都一樣。生活有時候就是會狠狠給你一記悶棍，但只要你願意開口聊聊，只要你願意推開那扇門，生活就永遠還有下一章。今天老頭 Z 的读書心得就分享到這裡，書名再次推薦給大家。也許你該找人聊聊，你有沒有過那種以為自己很堅強，結果某天突然崩潰的時刻？
或者書裡的哪個人物、哪段經歷最觸動你？歡迎在底下留言，跟老頭 Z 聊聊你的想法。如果覺得今天的內容有帶給你一點啟發，別忘了按讚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。我們下本書再見。